处于互相爱慕的情绪当中时，他们的指尖会发出像闪电一样的辉光，而且连接在一起。在爱人眼里，你是电，你是光，你是唯一的神话，这就对上了。Hello， 大家好，这里是飘哥。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光的语言。德国国际生物物理研究所的波普教授主要研究生物光学，也叫 biophotons。生物光子是我们的细胞发出的光波，或者说是光粒子。波普教授和他的研究团队已经发现并且证实了，所有的活的细胞都会发出光波。每一个生物体，包括我们人体，都会吸收储存，再慢慢的释放光。波普教授称之为生物光学。这些生物光子的释放和吸收的过程，使生物体能够进行沟通，同时生物光子也能组织身体里的生物进程。如果生物光子停止释放，表示生物体命不久矣，只剩一堆无生命的化学物质。波普教授设计了一套可以使生物放射光增强数百万倍的仪器。借助着这个仪器，他测量过无数的生物组织，发现健康个体与生病个体的光子发射模式有所不同。健康生物体的发射较为连贯，而生病的生物体发射不规则，较快而且较弱。而且发现癌症患者的发光模式比非癌症患者的更不规则。这一发现彻底改变了生物学传统的主流认知。生命本身并非一个纯物质的因果关系，矿物质、维生素、碳水化合物需要不断的在体内更替。但是分子自身并不知道自己需要做什么，它需要何时何地合适的具体的指令。在细胞中每秒产生10万个化学反应，这些反应无疑也需要协调，这种协调都需要生物光子来完成。波普教授认为，细胞间的信息交流是通过量子效应完成的，而且生物光子有种特性，它的光波极其一致，非常接近于镭射光，而镭射光可以调整并且携带信息。上一集咱们讲的你的声音中的伊凡声音治愈大师的人声也有一致性的特点。从本质上来讲，光和声音都是通过振动频率产生的现象。当人声与人体深度共振时，声音就可以找到问题的源头，将人体的频率改变为正常值。这个改变可以被人体所有的细胞接收，由此支持身体的疗愈过程。这些超微生物光的释放现象，最早由苏联的生物学家顾尔维奇在19世纪30年代的时候发现，可惜当时没有足够的技术来测量研究它。但是苏联科学家研究了另一个相关的现象，人体辉光，或者说叫灵光能量场。那么提到辉光，咱们频道的小伙伴们并不陌生，记得我们讲的海奥华里，涛和七长老都有不同颜色的辉光，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也有。下面我们就掰扯我们每个人的辉光。首先透下题，在这里订阅点赞本频道的小伙伴们，辉光就嘎嘎强。咱们看看辉光是怎么回事。人体的辉光的来源就是生物光子电子。1939年苏联技师维多维奇·克里安在高频高压电场中成功地拍摄到了人体辉光的照片。因为电磁场会激发人体的光子电子的发射，那么这种拍摄技术后来就叫做克里安摄影术。20世纪80年代后，日本、美国等国家也相继的开始研究人体辉光。他们发现人体辉光的形状、颜色会随着人体的健康状况、心理活动的变化而变化。
人们的思维、情绪、性格的不同，人体辉光也不同。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期，因为这些方面的变化呢，辉光也会随之而变化。一般来说，人体辉光一般是单色的，最多会有3种颜色，直径大约是30到50厘米。同时，人体辉光会发散出能量，就像是蜡烛散发出光芒一样。长期修行的人，他们的人体辉光比一般人的更强，而且随着修为的增加持续增强。一般位于头顶正上方，分为3层，有的长度可达到2尺。通过克里安摄影术，还可以发现人处于不同的情绪时，人体的辉光的变化。科学家让测试对象看喜剧，观察人体辉光的变化。他们发现，看完喜剧的人能量场都增强了，而当人处于消极的情绪当中时，比如嫉妒、愤恨，人体的辉光就会减弱，它们会缩小、缺乏或者是缺损，甚至于消失。而且这些负面情绪不仅会削弱自己的人体辉光，还会影响周围人的人体辉光。克里安照出的辉光还会帮助提早的辨识身体功能失调的部位，使它在变成疾病之前呢，早一步的获得治疗。同样，正面情绪，比如爱，也会相互传递。俄国量子物理学家康斯坦丁·科罗特科夫通过实验研究了恋爱之间的人的辉光所具有的相互的作用。他发现，如果2人处于互相爱慕的情绪当中时，他们的指尖会发出像闪电一样的辉光，而且连接在一起。在爱人眼里，你是电，你是光，你是唯一的神话，这就对上了，是不是太有道理了呢？看完这集，请小伙伴们今晚睡觉之前一定要告诉你的另一半，和他讲，你是电，你是光，你是唯一的神话。这将有利于你们的辉光相互纠缠和深度和谐。而2个互相没有感觉的人，他们的辉光就是独立的。更神奇的是，当一个人向另外一个人表达爱意的时候，通过克里安摄影术，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有一团能量从表达者的心脏的位置呢，飞向对方的心脏。Oh my god， 嗷嗷狠！原来动画片里剧情表达是真实的，以后呢不会觉得动画片太幼稚了，而是我们怎么样啊，小伙伴们？太无知了，对吧 ？OK。克罗特科夫认为这是真实的物质，其中包含了电子、光子、次声波等多种的物质形式。看来被电到了这句话呢是有强烈的科学依据的，可能是放出的电子量太多了。OK， 克罗特科夫还结合我国的中医研究了人体的辉光。他发现，人处于健康或者是平静状态时，人体的辉光很强，辉光的边缘也很圆润。当人情绪激动时，辉光的周围就会出现大量的火花。那么我们看来呢，胡图图的妈妈火冒三丈时，头发真的会变成一大把火。当人的健康出现问题时，辉光会出现缺口、破洞等等现象，这是因为生物光子先出现了破损，辉光也随之而残缺。而且不同的辉光异常现象对应着不同的器官系统，所以辉光能够反映出健康问题的源头，甚至是潜在问题，并针对本源性问题改善健康状况。科学家也研究过不同颜色的人体辉光对应的含义，咱们细细的数一下，看你能和哪一个颜色对上，然后教你如何看自己的辉光。比如说，红色辉光代表的是求生本能、欲望、占有欲、行动、竞争、领导力、冒险性、活力、激情、意志力和成功的感觉。大部分处于青春期的孩子、年轻人，尤其是男性，有明亮的红色辉光。橙色的辉光代表的是创造力、情绪、人际关系、社交、人群互动、友谊、友情、自信等等。
许多企业家、营销人员、从事公共关系的成功人士都有橙色的辉光。黄色的辉光呢，代表着阳光、温暖、热情、开朗、开放、乐观进取、轻松、快乐、幽默，有知识、有化繁为简的能力、组织能力，愿意支持鼓励他人，充满着希望与灵感。绿色辉光代表的是学习成长、坚持、忍耐、不屈不挠、固执、有耐心、服务心、奉献心、责任感、专注、适应能力很强。那么绿色辉光的代表人，比如说父母、社工、咨询师、心理学家，专注于为世界带来正向变化的人。蓝色辉光代表的是深度的感知、奉献，以他人需要为先，忠诚、信任，喜欢梦想或者是艺术，活在当下，直觉、内敛、敏感、独处，渴望和平宁静。蓝色代表的人，比如说是艺术家、诗人、音乐家、哲学家、好学生、心灵追求者，寻求生命真理、正义、美好事情的人。紫色辉光呢，代表的是超越，有超越能力，和高维意识连接，特殊个性与魅力，转换能量为物质的能力，那么实现梦想的能力，带来欢乐、轻松、幽默、包容、敏感、慈悲、柔软。紫色代表的人，比如说影视明星、梦想家、革命家、特立独行的人。白色辉光代表身心灵性导向，对宇宙神性开放、接纳，和宇宙意识天人合一，超然世俗琐事，内在的感悟以及宇宙的智慧。白色辉光代表的人呢，比如说是能量工作者，经常深度冥想者。那么大家关心的来了，如何看见自己的辉光呢？方法其实并不难，有兴趣的小伙伴、大伙伴可以试一试。首先，在自己的面前放一块黑布，黑布呢放在桌面上，双手手背向上，拇指朝着自己，然后呢双手向内横放，食指相对，中指对中指，拇指对拇指，中指之间的距离大约是1寸，然后就盯着你的手指冥想，用面前的黑布作为背景，双手不要碰触到黑布，相当于这样。那么最后注意力集中到手指的指尖的位置以及手指的间隙上，慢慢的你就可以看到自己的辉光了。网友说他们用这个方法看到了自己的还有朋友的辉光。他说一开始手背上可能会冒出很多白色的细烟，就像水蒸气一样从手的各个地方冒出来，然后呢就会看到指尖冒出相同的烟，而且在双手间相互流动。这时把注意力集中到指尖之上，就会看到一层薄薄的光晕围绕在手的周围，在指尖相对的地方最明显，辉光在此是相互连接的。如果小伙伴们看到了自己的辉光，请把你的辉光颜色写在评论区。科学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会由实入虚，由客观变主观。物理学家研究原子结构时，发现它的最小组成的元素是电子、质子、中子。后来他们又发现了更小的粒子，比如说光子、夸克。这些粒子虽然越来越小，但是能量却越来越高，而且部分物质是空的，没有固定的结构。这时呢，物理学家就混乱了、慌乱了。为什么呢？物质缩小到原子、亚原子尺度的时候，竟然是一种能量，这打破了物质固定不变的原理，打破了经典力学的原理。当物理学研究到量子层面时，可以说是颠覆三观了。量子物理学家发现，粒子和波动其实是同时存在的，他们再也不能够假设对现实的观察都是客观的，因为它们本身就是观察的一部分，而且他们的观察会影响结果。这就是著名的量子力学里所说的观察者效应。也就是说，科学不具有客观性，而是随着主观的变化而变化的。虽然是貌似一头雾水，但是却是事实。这一点
从著名的双缝实验中可以体现。1801年，托马斯·杨率先做了这个实验，他用光速照亮一个有2个平行夹缝的非透明挡板，光波和粒子会穿过狭缝，落在挡板后面的屏幕之上。托马斯·杨就可以观察它们在屏幕的分布情况。由于电子的波粒二象性，光波会在狭缝处互相的干涉，造成屏幕上出现很多明暗相间的光带，这就是著名的干涉图案。但是如果单电子要想相互的干涉，2条缝里肯定都要有光波发出，这意味着一个电子要同时出现在左缝和右缝当中，这就已经非常不可思议了，或者说这是不可能的。为了弄清楚电子到底是通过了哪一条缝，他加了一个观测仪器。这一观察，更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只要有观测仪器，光带就变成了从狭缝照射出去的2条，好像是电子不再具有波的特性，或者不再相互干涉了。如果把这个观察的仪器或者是人拿走的话，就会又出现多条的光带。这里存在着波函数以及波函数坍塌的假设，有时间我们单开一局。但这里要告诉我们的是，如果我们的意识在这个实验里作为观察者，那么实验的结果就改变了。这是爱因斯坦或者是霍金也没有搞清楚的问题。无论是用原子级的实体，比如说电子，还是说比原子大得多的分子来做这个实验，不同的研究人员做了无数遍，都是一样的结果。不仅观察者会改变量子的活动方式，而且量子自身也具有纠缠效应。比如将2个耦合的量子分开，一个在地球上，一个在火星上，而它们仍然具有同步的影响，而不受时间和地域的限制。如果要深究，讲半个小时也讲不完。将来呢，我们单开一局。如果由量子层次再往深里去挖掘的话，就到了脑场了。这就接近了了解意识、心灵、灵魂，表现形式就是遥感、遥视以及心灵感应了。那就是咱们曾经讲过的台大李思岑教授研究的一部分。说到这里，似乎开始把自己与自己的辉光，还有自己的精神灵性联系在一起了。大家知道，医学的医字繁体的是上面一个一字，下面呢是一个巫字。医字表示呻吟的意思，那下面呢巫字就表示是巫师的意思。仔细琢磨一下，这个字是不是太形象了？仿佛就是一位巫师对着病人不停地吟唱的画面。在黄帝所编著的《黄帝内经》之前，古人都是通过掌握祝由术的巫师治病。根据《黄帝内经》对祝由术的记载，那时治病只需要转移病人的精气神，改变五脏六腑气息紊乱的状态，病人就逐渐的痊愈了。这和人生治愈的情况是非常相似的。也许人生治愈只是失传的祝由术的一部分。阿瑟·克拉克说，任何足够先进的科技都与魔法无异，人生治愈也可能只是恢复魔法的序幕而已。正如前面所讲的，如果能够完全的了解了你的辉光，就和人生治愈一样，也能够预知你的一切，包括健康、性格、心灵，以至于你的修行高度。这就是光的预言。好的，今天就飘到这里，别忘了今晚和你的另一半的那个约定，然后呢，把你的感受写在评论区。而且听完这一集，你订阅了、分享了，你的辉光就要更强了。Oh my god， 嗷嗷狠！谢谢您的收看，独在异乡为一刻，每逢孤独看彪哥 ，Peace out。